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以为修行是山里的事，佛法是离人间很远的道理，可真正折磨人的从来不是生死大事，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些说不出口又放不下的情绪。你一定遇过这样一个人，他没有真正伤害你，却总能让你不舒服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你表面点头，心里却一再翻涌。你不想吵，也不想翻脸，可你清楚地知道，只要这个人一出现，你整个人就开始消耗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修行不够？为什么我已经很忍了，心还是这么乱？佛法不是教人慈悲吗？可我真的做不到喜欢他。其实你不知道，2000多年前就有人带着一模一样的困惑走到佛陀面前。那是一位在僧团中修行多年的比丘，他戒律严谨，行住坐卧都很端正，在旁人眼中是一位没有什么问题的修行人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心里有一个结一直没有解开。在僧团里有另一位比丘与他朝夕相处，对方没有犯戒，也没有出言伤人，只是说话方式、做事节奏，甚至一个眼神都让他感到不舒服。那种感觉说不出理由，却真实存在。他一开始告诉自己，算了，忍一忍就好。可日子久了，他发现自己在静坐时，脑中总会浮现那个人的样子，在诵经时，心会忽然烦躁起来。他开始害怕这种状态，因为他清楚知道，起嗔心是修行的大忌。于是他更努力压抑，更用力告诉自己要慈悲，可越是压，那股厌恶反而越清晰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来到佛陀面前，没有激动，也没有控诉，只是低声说了一句：世尊，弟子不敢对人恶言，也不敢行不善，可心中对某一人实在厌恶，这样是否已经在造业？佛陀听完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看了这位比丘一会儿，然后问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都愣住的话：当你心中厌恶一个人时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份苦是谁在承受？比丘一时答不上来。佛陀接着说，语气很平静，却直指人心：你讨厌他，可你夜里辗转反侧；你对他不满，可你心不安宁。那么这份苦究竟落在谁身上？这一刻，比丘忽然明白，原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忍对方，其实是在折磨自己。佛陀看着他，慢慢说出一句话：多数人都以为不翻脸就是修行，不说破就是慈悲。可若你的心日日与一个人对立，即使表面平静，内在早已疲惫不堪。这句话像一盏灯，照进比丘心里那个一直不敢碰触的角落。原来问题不在对方，而在于这颗心一直没有离开那个人。而接下来佛陀要说的话，才真正颠覆了他对人与慈悲的理解。佛陀没有急着告诉那位比丘该怎么做，他知道，若只是给方法，心没有转，方法反而会变成新的束缚。于是佛陀先带他看清一件事。佛陀问他说：你在静坐时，是不是一想到那个人，呼吸就乱了？比丘低头承认。佛陀又问：你在行走时，是不是会下意识避开他？比丘点头。佛陀轻轻说了一句：那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虽不与他争，却早已日日与他相对？这句话一落，比丘心中猛然一震。原来他一直以为，只要不冲突、不翻脸，就是在修行。可实际上，他的心从未真正离开那个人。佛陀接着说：
世人最常犯的错，不是起嗔，而是在心中偷偷养着一场战争。你表面平静，内里却反复对话，你口中不说，心中却早已定罪。这才是真正耗损福德的地方。比丘听到这里，眼眶微红，因为这正是他的状态。他没有骂人，没有害人，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，可他的心早已在无数个瞬间否定、排斥、厌烦对方。佛陀这时引了一段经中之语，他说：法句经中有言，心为法本，心遵心始。若以染心言行，苦随其后，如车轮随足。佛陀解释道，真正造业的从来不是嘴，而是这颗心。你嘴上忍，心却不忍，你行为克制，内心却翻涌，那这份苦并没有被化解，只是被拖长了。这时候比丘终于问出了他最害怕的问题，世尊，那是不是代表只要我心中厌恶就已经错了？佛陀摇头，他说，起念不是罪，人只要还在世间，就会有不喜、不顺、不和。真正的问题不是讨厌，而是你如何对待这份讨厌。佛陀顿了顿，语气变得更柔和。很多人一生都在犯同一个错，他们一讨厌谁就逼自己要宽容，一不喜欢就骂自己不够修行，结果心没有变柔，反而越来越硬。这不是佛法，这是自我惩罚。比丘听到这里，整个人像是被松开了一样。原来佛陀并没有要求他马上慈悲，马上放下，佛陀只是要他先别骗自己。佛陀继续说，若你现在的心确实无法亲近一个人，那就不要强迫自己用善去包裹厌恶，因为假的慈悲比真实的疏离更容易生业。这句话让在场的弟子们都安静了下来，他们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佛法不是把情绪压扁，而是叫人如实看见。佛陀这时终于慢慢说出了关键的一句话，当你讨厌一个人，又不想翻脸，也不想继续耗损自己时，你要学会的不是忍，而是止。比丘抬起头，止。佛陀点头，止不是冷漠，也不是逃避，止是让心不再继续追逐那个对象。佛陀说，多数人的痛苦不是来自那个人本身，而是来自反复在心里与他纠缠。一句话想10遍，一个表情解读100次。你以为你在忍，其实你在反刍。说到这里，佛陀轻声叹了一口气。人间大多数恩怨并不是当下发生的，而是在心中被反复播放。这时比丘忽然明白了，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被对方困住，而是被自己的念一遍遍拖回去。佛陀看着他，终于说，若你真想解脱，我教你3句话。这3句话不是用来改变对方，而是让你的心从他身上退回来。听到这里，比丘整个人坐直了，可佛陀却没有立刻说完，他只是淡淡地补了一句，不过在说那3句话之前，你要先明白为什么你会讨厌他，而这个原因才是真正让人从关系中觉醒的地方。佛陀没有立刻说那3句话，他知道若根未见，话只是工具；若根一明，话自然落地。佛陀看着那位比丘，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，你第一次对他起厌是在什么时候？比丘愣了一下，仔细回想，过了许久，他说，不是大冲突，只是一次很小的事。他说话轻慢，让我觉得自己被否定。佛陀点头，那一刻
你心里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？比丘低声说：不被尊重。佛陀轻声重复了一遍：不被尊重。随后他说了一句极其关键的话：你讨厌的不是这个人，你讨厌的是他让你看见了你最不想承认的感觉。这句话像一盏灯，在比丘心中亮起。佛陀继续说：凡是让你情绪起伏剧烈的人，一定不是偶然，他触碰到的往往是你心中最脆弱、最用力保护的地方。不是他给你痛，而是你本就怕这个痛。这时佛陀引了《心经》中的一句话：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佛陀解释，你以为你讨厌的是人，其实是你对那份感受的抗拒。你不想再受，于是排斥；你不愿再想，于是生厌。可你越抗拒，那份感受越粘着你。比丘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即使不见面，那个人仍在他心里。因为他抗拒的不是对方，而是那份被否定、被轻视、被忽略的痛。佛陀说，所以第一件要做的不是对那个人下结论，而是如实承认你在这段关系里受了伤。不是他坏，而是你痛。这不是为对方开脱，而是为自己止血。佛陀停了一会儿，语气变得更深。世人最常犯的错是用道理压过感受。他们说，算了，他无明，我不该生气。这是修行，可心没被看见，苦只会转成暗伤。佛陀这时才慢慢说出了第一句话。他说，我知道我正在不舒服。这句话一出，比丘整个人一震。太简单了，却从未说过。佛陀解释，这句话不是对别人说的，是当你一想起那个人，心开始紧，气开始乱时，在心里轻轻对自己说，你不是在纵容情绪，你是在承认事实。心被承认，才愿意松手。佛陀接着说，当你不再压抑这份讨厌，它反而会慢慢失去力量，因为它终于被看见了。随后佛陀说出了第二句话。他说，这是我的感受，不一定是他的错。这句话让在场的弟子都安静下来。佛陀解释，你不是否认对方的问题，而是把情绪的所有权收回来。当你把所有痛都丢给对方，你就被他牵着走。当你知道这是你心中的反应，你就不必再被他控制。比丘忽然发现，当他这样想时，那股强烈的厌恶真的淡了一些。佛陀点头，不是因为你变宽容，而是你不再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保管。佛陀这时语气放得极慢，前两句话是止心，第三句话才是转业。比丘屏住呼吸。佛陀看着他，轻声说，当你准备好时，你在心中再说最后一句。佛陀没有马上说完，他只是说，这一句不是为了关系，是为了你此生的自在。风吹过林间，树叶轻响。那位比丘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放下不是原谅，而是把心从不该停留的地方慢慢带回来。而第三句话正是这条路的最后一把钥匙。佛陀看着比丘，眼神中充满了温和与坚定。风吹过林间，带起一片落叶轻轻旋转，像是在为这段对话做见证。他缓缓开口，说出了那第三句话，我可以放下，不必讨好，也不必争斗。这句话落下，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比丘心中一直紧锁的门。比丘闭上眼睛，深深的呼吸，感受胸口那股紧绷的念头慢慢软化。
佛陀解释道，前2句话是让你不再被情绪牵着走，第3句话是让你真正从这段关系里退回来，不再耗损自己，也不制造业力。你不需要改变对方，也不必证明自己，你只是把心带回自己的身上。比丘仿佛明白了许多年未曾解开的秘密。原来人世间最大的冲突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你的不满，你的厌恶，你的紧张，你的期待，都是自心的投射。当你学会承认自己的感受，收回自己的心，再放下，你便真正不再受困。佛陀看着他，轻声说，这3句话每天都可以对自己说，每一次心起嗔，每一次心生厌，你就对自己轻声念。第1句，我知道我正在不舒服。第2句，这是我的感受，不一定是他的错。第3句，我可以放下，不必讨好，也不必争斗。佛陀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在场的僧众。若人人都能如此，世间争执少了，心中业力轻了，即便不翻脸，不伤人，却比所谓的忍辱更接近解脱。比丘静静地坐着，心中的那团紧绷如同冰雪融化。他终于明白，修行不是压抑，不是伪装，不是刻意做好人，而是在真实中觉察，在觉察中放下。佛陀微微一笑，说，记住，真正的慈悲不是勉强自己喜欢每一个人，而是让自己的心清净自在，不为任何人所累。林间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比丘的身上，那一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，仿佛所有的苦恼都化作了风，飘远而去。佛陀又补充1句话，如同金句在空中回响，心若不停留，业自消散，心若放下，世界自安宁。比丘微微鞠躬，心中升起一份宁静而坚定的决心。他知道以后3句话会伴随他每一次人际困扰，每一次心生不快，让他从纠缠、执着、疲惫中抽身。佛陀缓缓转身，看向远方的山林，声音低而清晰。修行从来不是离开世间，而是在世间看清自心，守护自心，不被他人困扰，不被自己折磨。比丘再次低头行礼，心中一片平静。这一刻他明白，真正的智慧不是忍耐的表象，而是懂得在纷扰中收回自己的心，在真实中获得自由。佛陀最后看着众人，语气缓慢而深远，世人多言忍辱，其实苦在心中。若能每日练习这3句话，不求别人理解，不求别人改变，唯守自己心，日复一日，福报自然丰盈，烦恼自然消散。风继续吹，林间轻响。比丘站起身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像是把整个世界都吸进胸口，又轻轻吐出。他知道，从今以后，那份曾经让他夜不能寐的厌恶，已经不再是枷锁，而是一面镜子，让他看见自己的心。卢叔送你1句话作为结尾：真正的放下，不是原谅谁，而是把心从不该停留的地方慢慢带回自己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